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变身忍者》美版。一共4个人物可以选择，我选择了唯一的女性角色布鲁内特。这款游戏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日版，美版的难度要比日版高出好多。开场先给大家演示一下布鲁内特的一些招式，但是这都不重要。这款游戏毕竟叫做变身忍者。游戏的流程当中，大部分时间咱们使用的都是敌方的角色。可以变身的角色有10几种，大家最喜欢用的应该就是链锤兵了，但是剑兵还有忍者也都比较好用，比如说剑兵的团身斩有一定的无敌效果。美版的操作和日版也不太一样，日版只有3个按键：拳、脚和跳，但是美版的拳和脚是分成了轻重。变身键也是一个单独的按键，伤害方面还有 AI 方面都有调整。日版投一个币是2条命，但是美版只有1条命。很多的元素集合到一起，就造成了美版的难度很高。当年我是先接触的日版，没玩多久就可以通关了。后来有一次约了同学去街机厅玩，正好看到一个变身忍者的机台，我同学说他不会玩，这个时候我就来劲了呀，我说我会啊，通关不成问题。结果我投了币，他就看我玩，万万没想到啊，生平第一次遇到了一台美版的变身忍者，死的是相当惨啊，感觉完全就是玩了2款游戏啊。这里打一个小 boss， 多利用一下地形吧。我身后有一个忍者兵，这个家伙手里拿的也是剑，但是他和普通的剑兵相比，攻击的距离更近。优点就是攻击力更高，有非常好的输出能力。变身之前的状态，打这个小 boss 都打了半天啊。好在他打不到我，而且后面那个杂兵就在那儿看热闹。这款游戏还是很有武德的，一起上来好几个兵，本质上就像格斗游戏的单挑一样。我回忆了一下，从小到大玩的这么多街机游戏，好像没有哪一款和变身忍者的系统相似的。我想去对空，结果被人家击落了。用腿的话更容易踢出硬直。硬直之后，我喜欢用近身脚的头解，这招看起来伤害很高。游戏的长度是5关，日版的话我感觉10几分钟就能够通关了，但是由于美版的高难度，至少要打半个小时。这
个家伙2个技能，角刀是下上 A， 还有一招是后前 A， 但是后前 A 只是向前踢一脚，感觉不好用。角刀这一下是连续踢2脚，而且有很强的对空效果。第一关的场景是建筑工地，打的 BOSS 是敌方的忍者首领鬼。这款游戏虽然1v1的时候感觉有格斗游戏的元素，但本质上它还是一款轻版动作游戏。无论打什么角色，都要合理的利用 Y 轴。BOSS 要挂了，赶紧把血量补充一下。美版和日版最大的不同，我感觉就是前面的几关过关之后，加入了一个单挑的环节。这个单挑的环节，单打的话还好一点。咱们可以在这些杂兵当中找到克制对面角色的人物，比如忍者这里就怕快拳，但是要卡好距离。好的，打完。后前 A 这一下非常像街头霸王的维嘉的技能。本作里边很多招式你都感觉似曾相识，比如说街霸布兰肯的翻滚，龙和肯的升龙拳，以及刚才维嘉的突进技。咱们的布鲁内特还会一招旋风腿。所以街头霸王这款游戏的影响真的是太深远了。我现在使用的这个角色就会升龙啊，对空的效果特别好，但是地面的战斗明显非其所长。这么多的回血道具，来远程兵了。远程兵按脚的话就是扔出手雷，普通的平 A 就是开枪，后前 A 的话是连续开3枪。我这里附身了一个敌方的角色，对面马上会补一个，这就是防止玩家无限的附身，把所有的杂兵都附身没了，就可以过关。估计刚开始接触这款游戏的时候，有的小伙伴动过这种心思，但是这个漏洞官方已经堵住了呀。后面来了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所谓链锤兵，有了这个角色，通关的难度大大降低。这个角色的后前 A 攻击距离非常远，而且能够很容易的给对面的杂兵造成硬直。但有一点需要注意，虽然攻击距离比较远，但是不要想着利用横轴，最好还是利用 Y 轴。利用横轴的话，对面很容易跳入，这又是一个格斗游戏的概念。这个角色还有一个招式是下上 A， 使用的时候有一定的无敌效果，压制性很强。
2个招式没有废招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小伙伴喜欢用它。我刚变成这个角色的时候啊，打杂兵的时候还很随意，觉得距离够了，哪怕是在横轴也开始攻击。但是刚才打小 boss 的时候就很注意了，在 Y 轴提前走到位置，地面像是一个寿司套餐啊！真的很佩服当年的美工，以街机400多乘300多的分辨率画出来的东西，只占10几个像素或者几十个像素，但也能够很直观地告诉玩家这是什么东西。但是我小的时候不认识啊，我还以为为什么要摆一双拖鞋在那儿。更离谱的是，为什么把拖鞋捡起来人物会回血？这里是第2关的 BOSS 战，2个实验生物。让他附身，变成和咱们一样的角色。这里就是在利用 Y 轴，刚才跳跃的招式就是下上 A。我这是守着一个回血道具，所以一点也不慌啊。过关结算之后，又需要进行单挑的关卡。刚才也说了，单人的话单挑还可以，双人输的一方在下一关开始血条会被清空，赢的一方血条是继承的，并且输的一方你的忍术卷轴会被扣。而且这个关卡是强制的，即便是你想把时间用光，搞一个平局，但系统也会挑出一个赢家一个输家。我打每一个单挑对手的时候使用的杂兵都不一样，因为他们有特定的技能去克制对面的角色。这家伙小的时候都管他叫炮兵，正是因为手部有炮。第2关的场景是秘密森林，下一关是在敌方的武器工厂。本关要打的敌人机器人比较多，这个机器人我真的不爱用，感觉过于笨重，但是它的连续跳跃性能还不错。手臂伸缩这一下用出去之后还要收回来，这个形态我只用这一个小的场景，后面会换。刚才这个加分的道具差一点就捡不到了呀！地面这个东西可以利用一下，像是一个机关。这个拳头最好是在 Y 轴
一个身位的情况下使用。或者压一下起身，但是距离不要太近。这个位置正好。后前脚这一下压制性很强。而且踢中敌人之后，你会弹回来，比向前突进这一下安全性更高。这个拳头想要发挥威力，最好是开连发，虽然不开连发也能按出来。但是对手速的要求比较高。前方就是本关的 BOSS 战部分 ，BOSS 就是右边的那台机器啊。你注意，它身体下方有一个尖刺，这个尖刺是可以伸出来的。如果没有这个尖刺，咱们可以在正面非常容易的把 BOSS 打碎。但现在有尖刺，咱们就要绕后。好多机器人，机器人是比较吃快拳的，同样需要在 Y 轴保持一点距离。因为对面的机器人有投技，离得太近的话会被抓。这里最好卡一个位置，打爆了就算过关。这个 BOSS 非常特殊，它没有血条。美版的流程比较长，今天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